江总，这是要和你结婚的女孩的全部资料，您看看。户口本，户口本。还好带了。您确定要和他假装结婚？要和我假装结婚的对象，回去吧。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是，走开。非常抱歉，我迟到了。我叫穆宁菊，您就是和我约好的结婚对象吧？没错，我叫江延青。这男人好帅啊！小姐，能自我介绍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叫穆宁菊，今年27岁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98，身体健康。目前在新彩公司当员工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套小房子，正在还贷。江延青，今年26岁，身高1.83米，体重148。我不知道冯助理怎么告诉对方的，总不能说我是总裁吧？知道，之前有了解过。江先生，您现在是没有工作对吧？没有工作？没关系，娶我不需要彩礼和房车，也不需要工作。这么随便吗？本来就是行婚嘛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结婚？贱人，走啊，走啊！我跟你说，老子花了6万块钱给你搞到手，结果你他妈是个二手货，老子跟你离婚！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次配不上你，只要你不离婚，我什么都愿意。老公，什么都愿意是吧？行，那你跪在这儿给我磕30下，把彩礼钱还给我，再让你爸给我买辆车。好，别跪！你他妈谁啊？要你管啊！像他这种不自爱的烂货，就应该给老子下跪！多新鲜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处女爱呢？发生关系有女的就有男的，凭什么只骂女的？再说了，你自己是第一次吗？老子是男人，能一样吗？老子睡的女人多，代表老子有本事。见过裹小脚的，没见过裹小脑。你老婆是正常恋爱，比你这种满脑子有色废料的垃圾好多了。人穷心眼穷的脏东西，去医院查查爱情吧你！你他妈找死啊你！你他妈谁啊？抱歉。走，不，等着。记住了，女人是否自爱，看的是她的三观和人品，和是不是处女没有关系。以后找男人擦亮眼睛吧。记住了。刚才多谢你了。你刚才就真的不怕自己遇到危险？不怕，我本来就看不惯这种事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去领证。江先生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。那么接下来，既然江先生没有工作，那我有一个提案。什么提案？我聘用你，1个月给你5000，表现优秀，年底还有年终奖。5000块聘用我。江先生就当做是打工吧，只不过工作的内容是作为我的丈夫。这听起来有点像被包养。你不愿意？倒也无妨。这个江总怎么还不来啊？喂，冯助理。这是你家？这是我最近新买的房子，这个大小呢刚好适合我们2个住，而且也没住过外人，这就拿来当我们俩的婚房吧。那我要搬进来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作为被我包养聘用的丈夫呢，那你就需要负责洗衣、做饭、擦地、擦桌子这些家务了。既然作为你的丈夫，那就应该得履行丈夫的职责。想不到这个男人还挺有料的嘛。
莫公，这个事儿还有待商榷啊。那边是你的房间，说白了就是当家庭主妇。真的烦完。没事，我同意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主外，你主内。结婚，结婚。你别拉着我，雪雪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雄心豹子的男人敢骗你。我没被骗，没被骗你会闪婚？这不是我妈一直催逼我结婚的吗？我就在网上找了个也想行婚的人，结了个婚。行婚，我的姑奶奶，那你们完全没有感情基础啊！宁菊，我告诉你，结婚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儿。对方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身体健康怎么样？这些你都不了解啊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到底人怎么样。如果不行，你们就离婚。哎，雪雪，李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位是宁菊，原来如此，你在家养了个小白脸啊！又乱说话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闺蜜周雪雪，这是我老公江妍希。试探一下，江先生是吧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现在自由职业者。自由职业者，那就是没工作了。那你是暂时没工作呢，还是一直没工作？我此前在汇星集团工作，后来因故辞职，所以暂时没有工作。没工作，那感情好呀。你来我公司给我当助理啊，24小时贴身的那种。薪资嘛，就给你最高待遇。怎么样，帅哥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周先生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宁菊都告诉我了，你们是行婚嘛，做个样子给外人看看，是吧，宁菊？宁菊，我能答应他吗？是你的自由。那我考虑一下。那行，你们先聊，我出去。夫人，谁是你夫人？像你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老公，去做别人的贴身助理去吧。什么破鞋子，走个路还能崴脚。怎么吃醋了？才没有。好了，放心，无论别人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给他送。毕竟我已经被你包养了，不是吗？你干什么？当然是表现我的职业道德，抱你回家。请你放下来。别动！哇，你那个小姐姐好幸福啊！我什么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啊？红花有人呢？在我房间的床头柜第2个床。我自己来吧。作为你的丈夫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忍着点啊！他认真的样子。哦，我累了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哎，什么事？江总，那
那个女孩在民政局等了您很久，说是没见到您啊。哦，我好像搞错了。啊，搞错人了，那要不要换回来？不用，很好。那就好。但我总觉得您为了不和方小田结婚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草率呢？你在教我做事儿？不敢。江总，我错了。江总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公司还有一堆事等您处理呢。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做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什么重要的事儿？烧菜。差点烧糊了。好累啊！这么丰盛，都是你做的？先去洗手吧。不要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。怎么了？还不是公司有个棘手的项目，谁都不敢接，这不就落到我手上？菜要凉了。不行，我得拿下这个项目，这样我才能升职加薪。菜要凉了。可是我该怎么拿下这个项目呢？要不然……哇，好好吃啊！喜欢就好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简单的菜都能做得这么好吃的呢？哎，对，你刚才说到公司什么棘手的项目？对，今天公司一天都在开会讨论这个项目。棘手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因为合作对象。合作对象？这次我们公司要和那个大名鼎鼎的汇清集团合作。汇清集团？你是不是之前在汇清集团工作过？对，只不过是一个底层的小员工嘛。我还期待你能帮我透露一点你的内幕消息。这样，我明天给以前的同事打个电话问问。真的吗？你太好了。糟糕了，怎么了？味道不对。这个菜深得我心，我的胃口。我就说这家里啊，果然是少不了一个会做饭的男人。不要再难过啦。那你长大还要和我结婚吗？那是当然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呀，发什么愣啊？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。你小时候是不是在刘湾路那边？我小时候脑子受过伤，记不清了。你用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吃吧。穆令爵，和汇清集团合作的事情你还没有弄好。吴总确实有点多。再给你2天时间，要是再弄不出什么结果，你就给我滚蛋！什么人啊？宁爵，我们现在人手不足，我看呐，不如让你那个大帅哥老公来给你当助理啊。最近公司的事情好多啊，领导催得还急。不如我去你公司给你当助理，帮你分担点工作。真的假的？能行吗？试试看不是？行，试试就试试。化这妆好看。你还会化妆？对，现在画画了。你刚才不会是想亲我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才没有。你想亲就说嘛，我又不会拒绝。好，画好了，你看看。
你怎么那么厉害呀？那个你给我做助理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？穆林觉，你工作还有没有进展？还没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？吴总，这不是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吗？好啊，现在还敢顶嘴了？你看我不抽你！你是谁？我是新来的助理。助理？你信不信我随时开了你？松手！吴总，你想要的是合作进展，我已经按照穆小姐的吩咐处理完了。这份文件是汇清集团的公开招标信息，从中可以得出汇清集团最近想要合作的目标。我要的是结果。我已经总结完了。汇清集团当下的工作重心是西郊，所以与我们星彩公司的这次合作，对方还是非常重视。那策划？这份文件是我根据汇清集团往年的合作项目做出的项目策划草案。这么快？其实我一共做了3份草案，我觉得各有所长吧，还请吴总定定。这些都是你一上午做的？是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还有，我上午还特意调查了汇清集团这次合作的负责人，叫冯然楚，是总裁特助。他负责呀，也就意味着汇清集团的总裁亲自下场。为此，我还特意调查了冯助理的个人喜好，为他购买了一些见面礼，请吴总。有什么问题吗，穆小姐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吴总，您觉得呢？好，这次算你过关。但你们要是把这次合作搅黄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那礼品单我就放在这里，还请穆小姐过目完草案之后告知我哪一个被选中，我继续完善。林觉，你这是嫁了个超人老公。还是一早上做出来3个草案，出错这也正常啊。他一上午做了3个草案，比我俩捣鼓一整天做的细案都还要完善。你这让我怎么完善啊？那就是青春的味道，汗水间泪水将。冯如莲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当助理原来还是很累的。这是您对我的认可吗？算是吧。明天我会去公司，合作方案的事情也就当过个流程，通过就行。到时候负责替我打好养护。没问题。哎，可是蒋总，你那个未婚妻，就是方小田那个女人，明天在公司。方小田，明天让她休假。OK。抱歉啊，女爵，穆小姐来晚了。你今天穿的挺精神的嘛，不过为什么要戴个口罩？哈，有点小感冒，咱们进去吧。木宁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方小田，不会就是代表星彩集团合作的吧？是，我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。这么多年不见，都混到负责人了，也不知道靠的是什么手段。方小姐，这次的合作呀，是由新汇集团的江大总裁亲自负责的。你可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现在可是江总的未婚妻，你要是把我得罪了，我就在江大总裁面前这么一说。还请方小姐在这次方案上不要带有私人。你一个小小的新彩公司，别想攀高枝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。你就是这样代表公司对待客户的？
我助理。助理，还这么遮遮掩掩的，该不会是你保养的小白脸吧？方小姐这话说的，我不像某些人，不依靠男人不能活的。你说谁呢？谁急说谁？穆宁菊，你怎么回事？在这里吵吵闹闹的，这不是江总吗？江总不在，你们在这吵吵闹闹干什么？你们公司员工不懂得尊重客户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你怎么回事？不是告诉你今天不许来公司吗？快给客户道歉！我是江总的未婚妻，你让我给他们两个道歉？吴助理，你怎么敢？你现在还不是江总的未婚妻，还不快给客户道歉，不然立马收拾收拾东西走人！你敢？我现在还真敢。对不起，刚刚不是故意的。二位见谅。你给我等着。二位见谅，我是这次策划的负责人，我姓冯。冯经理你好，我是星彩集团的穆宁菊，这位是我助理。哦，助理啊，助理你好。你好。那二位跟我来吧。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啊？她叫方小田，是我大学时期的学妹，我俩一直不太对付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男人。啊，夫人大学的时候头发就很多啊。我不说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谈谈正事吧。不用谈了，不用谈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签约。啊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能写出这个方案的人，竟然是您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姐。穆小姐，您简直就是才华横溢，前途不可限量呀！没有，不是我。算了，我还是跟您讲讲方案吧。不用讲了，这个方案我已经拜读了好几遍了，从中能感受到草案作者那股浓浓的商业人才气息，而将其完善之人，更是人中龙凤。穆小姐，像您这样一个人才，在星彩公司当一个小职员，实在是屈才了。没有吧？不知像穆小姐这样的新时代女性，这简直就是不知穆小姐现在是否单身？我已经结婚了。哎呀，能和穆小姐这样既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又天资聪慧的人结婚，想必那个人也绝对是人中龙凤吧。冯助理咱们先聊正事吧。好，那我们聊一下后续合作的细节吧。来，今天的合作谈得真是顺利，多亏了你的方案。我也是按章行事，碰巧被汇星集团接受了。张燕庆，你怎么这么神秘？哪里神秘？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会没有工作呢？都是运气好。不过我帮穆小姐这么多事，穆小姐不打算给我点什么回报，不如以身相许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宁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勋哥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啊，咱们的大校花居然还记得我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过来聊点工作。这位是？我助理。你好，我是宁菊的学长魏晨勋。
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陈勋哥，我这个助理他一直比较内向，我们还有点别的事情，就先走了。怎么啦？板着个脸。刚才那个人也是你大学同我毕业？不会啦，学长而已。我也是男人，我知道他看你的眼神代表什么。吃醋啦？向言倩，难道吃醋也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吗？不过你这样还蛮可啊，终于结束了。这几天为了这个单子都没好好睡觉，累死。喝杯柠檬茶，缓解些疲劳吧。这样好点吗？这儿。宁局，我可太羡慕你了，你这找了个男助理，找了个甜鹅姑娘吧，又是端茶又是倒水，还按摩。就是我男朋友都没对我这么好。宁局，要不我加点钱，你把江助理让给我怎么样？这你也得问他。江助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跟穆小姐签订过协议，我这辈子就会是她的同事。哇，妈呀，这听起来一生一世的，跟表白似的。江助理，你不会是暗恋我们宁局吧？哪有？哎，我手上吃零食了，你帮我去买。穆林局，你过来。穆总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方经理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还有脸问我？这个方案出了问题，我们汇清集团不能通过。方经理，前几天我已经和冯助理在贵公司聊好了合作。穆宁局，你不要以为勾引一个冯助理就能一步登天。我可是汇金集团总裁的未婚妻，我说不通过就是不能通过。方经理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有什么意见？我已经知道这个方案根本就不是你做的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配做这个项目。啊，方经理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方案是谁做的，项目就交给谁了。没错，草案是我助理写的，我现在就让他上。哼，就是你爸的那个小白脸呀。我倒是想看看我们穆校花抱的男人长什么样。就事论事，请不要人身攻击。我刚刚让他下楼买点东西，估计现在很快就上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电梯口见。快回来！江总，不好了，冯小田非说穆小姐的方案有问题，这会儿已经去星彩公司找茬了。你别拦，我拦了，没拦住啊。把电话告诉我，说我回公司了。是。助理，这位方经理说想跟你详细的谈一下方案。是吧？江助理，等等，姓江，这眼睛
把你口罩摘下来我看看。这和我们谈的方案有关吗？谈方案这么鬼鬼祟祟的，这么不尊重我吗？今天倒是要看看这张脸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他是我的助理，凭什么让你看？喂，冯助理，又怎么了？方经理，江总说了，让你马上回来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，江总根本就没有回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江总的这个行为。江总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了，还不回来随你？江总，他回来了。我未婚夫回来了，这次就算你没运气，下次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有未婚夫你了解这个汇清集团的总裁？你怎么知道我知道？应该不会对汇清总裁感兴趣，不要问。我是为了工作，谁要了解他？这个汇清集团的总裁纵容他未婚妻嚣张跋扈，肯定也不是什么好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其实他人还挺好。我认识他的，认识他？不认识他。放心，这个方经理我不会再来。我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每样都满意。真是。看不到你，我心里特别想你。江边的微风吹进我的心里，每天看你照片记得每一条消息。喂，臭丫头，上次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你怎么还没联系人家？你都24了，女人的黄金期就这么几年，现在不挑男人，以后就是男人挑你了。妈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你这丫头简直疯了！可别学那些年轻人搞闪婚那套。他人挺好的啊，我下次带你来见见。我不管，你明天就把人带回来给我们瞧瞧，否则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江总，我也没想到方小莲会来夫人公司找茬呀。您就看在我及时通风报信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继续采过，把这个月奖金扣了。是。言青，你真的回来啦？我要是不回来，你以为整个汇清集团是你的？谁让你插手跟星彩的生意？是冯助理告诉你的吧？哎呀，人家是你的未婚妻，难道你这点小事都管不了吗？我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的未婚妻？木木伯母说的，我是她唯一的儿媳妇。既然我妈这么喜欢你，那你嫁给她去吧。这次的合作对象就定星彩，后续的工作交给赵经理处理，别再让我看到你搞什么小动作。出去！言青，出去！完了，谁敢在江总气头上打电话过来？这人简直就是不要命了。喂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夫人，你是我老板，我的时间自然都是你的。那明天你跟我回家见我妈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下午我们商场见，我替你收拾一下形象。我形象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就好。去帮我准备一份见面礼，明天我要去见我丈母。好。我要见我丈母娘。恋爱的酸臭味。
这件不错，这么贵。这次为了大颁奖宴请，我真是下了血本。哟，这不是大校花慕年菊吗？你是？哦，方小天的室友赵思佳。别跟我套近乎，这衣服还嫌贵，看来混的也不怎么样嘛。瞧你那穷酸样！我穷酸，你有钱，你有钱怎么还在这骂？贱人，你敢骂我？看你这么嚣张，怕是忘了你被我和小田关进厕所的丑事了。那件事儿是你们做的？对啊，谁让魏学长喜欢你呢？今天我非常小心，再教训教训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是你应得的。做别人的走狗呢，主人不在家就要夹紧自己的尾巴，否则活该。保安，保安，快把这个穷酸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是吧？哟，这是谁呀？长得还怪好看的，不会是慕宁菊养护我？店长，蠢货，敢这么和我们老顾客这样说话，还不给瑞道歉？是这个女人，她先打我的！没眼力色的东西，我们店里不需要你这种仗势欺人的店员，你被辞退了。保安，店长，我知道错了，店长，我知道错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二位。去给我把那套衣服拿过来。啊，好的，您二位在这休息一下，马上就来。他怎么对我们那么客气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愧疚吧。好了，去吃吧。这件衣服挺好看的，去试试看。好。店长，你在吗？帮我拉一下拉链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店长不在，我帮你拿。那你快点啊！好了吗？我帮你签。他的鼻子好挺啊，睫毛也太长了吧！谁看你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故意的。江一谦，你没事吧？我去拿药。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然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合法夫妻，持证上岗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在这，我叫人了。吴小姐，这是你要的男装。快去试！这脸蛋，这身材，这大长腿，之前背我那么轻松，他腰应该很好吧？吴小姐，吴小姐，口水快流出来了。哪有啊？这件衣服好看，多少钱？我们买了。不要钱。啊？江先生是我们这儿的老顾客了，今天又正好是我们周年庆，所以这件衣服免费送给你们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祝你们生意兴隆啊！
你怎么会是这的老顾客？我之前是汇清集团的采购，经常来他们家买衣服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还挺厉害的。走。小田，我在商场遇到穆宁菊那个贱人了，他害我被开除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又是他！我知道了，你最近先不要找我，我未婚夫回公司了。哦，说起来，穆宁菊身边那个男人长得还有点像你之前偷拍给我们看的未婚夫呢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小田，你别生气，我可能是看错了，你未婚夫可比那个男的贵气多了。你先去治治眼睛吧，言谦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这个女人真是晦气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喂，赵总。你背后的伤要不要上点药？好。我又没说要帮你试。很疼吗？我轻点。你要是亲我一下，我就不好。你都伤成这样了还不消停，活该你疼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？这是我花大价钱给我妈买的金项链，明天回家肯定少不了要攀比。你到时候就说是你买来送给她。不是我去拜访丈母娘吗？礼物应该我来准备。这不太好吧？毕竟咱们俩是契约婚姻。你倒是问的挺清楚啊。那我要是认真了，怎么办？张元经理，你伤还没好。明天见。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，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。怎么办？冬天下雨，飞机放一收音机，你听几点几？看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。哇，这是哪家的小伙子？好帅呀！看起来这衣服挺贵的吧？哇，我们小区还有这么有钱人呢，让我们去看看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有个女儿，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呀？大妈，他不仅有女朋友，还有老婆了。这衣服太显眼了，得换一件。走，跟我来。我干什么？这件不错，试试。不是，你认真的？哦，这件衣服好看，帅气，我妈喜欢这种接地气的。你赶紧去车里换，我先去找我妈。老王啊，你这项链瞧，哟，小菊回来了！哎呦哟，这不是穆家的老姑娘吗？怎么今年又一个人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的？哎呀，我老公去停车了，等会儿马上就过来。别吹牛了，你选对象的眼光那么高，连我高富帅的儿子都看不上，你这辈子啊也别想嫁出去。王阿姨，您儿子1.67米，月薪4000，满脸痘坑，哪来的高富帅？你懂什么？我儿子在国企稳定，别看你现在月薪过万，等生了孩子被开除了，还不是让我儿子养？我是看着咱们是邻居的份上，才让我的宝贝儿子娶你。
你别不识好歹。王阿姨，那您就和您的儿子凑合一辈子吧。妈，我们回去等燕青。哎，别走啊，心虚了吧？有本事让我看看你老公怎么样呗。是啊是啊，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，就在这等他呢。行，那你们就等着。等什么？等半天了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老李啊，你会不会让你女儿给骗了吧？刘局，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人家等你好久呢。突然这么热情。跟老杨在那里等着看笑，你待会儿给我站在一起。妈你好，我是你女婿季安青。我可没有你那么大的个儿子。你确实生不出这么帅的儿子。你坐，这个才是我漂亮的妈妈。妈，小伙子，你挺精神的啊。当然精神了，穿这样，精神小伙嘛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还挺眼熟的，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。放屁！老穆家的坟上冒青烟呐，他女儿能嫁电视上的大人物？你说的是杂志栏目吧？小菊，你确定你这男朋友没犯过事儿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小江啊，那个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刚离职，现在帮宁营局处理一些日常事务。这不就是靠女人吃饭的无业游民吗？说的多好听呐！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有没有社保？我爸做点小生意，我妈没有工作，他们都没有社保。这死孩子，上哪儿找那么不靠谱的男人？自己没工作，父母没保障，还要你来养活，以后有你苦吃的。哟，我看你这一天天的挑三拣四，我还以为钓的什么金龟婿呢，原来就这个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早点离婚，嫁给我儿子算了。不过嘛，你这是爱婚，彩礼嘛，就别想了，抓紧生个孙子，到时候穆家的房产也好有人继承。你这不是吃绝户吗？吃绝户又怎么样？总比这个无业游民强吧？无业游民怎么了？我老公又高又帅，要我说啊，王阿姨，你不如让你儿子找个男朋友，就他这个身高，多少男人喜欢啊！你这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，嘴硬有什么用？我儿子就是有本事又孝顺，你看工作还没有1年多，就给我置办了金首饰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老李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是生儿子有用。你这个女儿就像泼出门的水，回娘家毛都没带一根，还维护起男人来了。哎，你谁说没有礼物？江一清，你跟妈妈买的那个金项链呢？我忘带了。你怎么能忘带呢？没事，我让人帮忙送过来。对，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呢，马上送过来。装什么呀？没有就是没有。要是我呀，早就夹着尾巴服软了，免得到时候更丢人。呸！说你这个人还真是。江先生，你要的礼物送到了。冯助理，你怎么会？妈，这些礼物都是送给您的。这么多礼物，江延清，你搞什么？就那么小一根金项链，你放了这么多托盘，你开盲盒？这一看就是假的，看我怎么拆穿他。老李，你不打开看看？你不打开，我可帮你打开看看了啊！哎，哇，
老天爷呀，这么大一个金坨子，这一个要顶好多个金戒指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妈啊，这些金首饰是我专门为您定制的，据说戴黄金可以转运。还有，这老空冰种玉佛是我庙里求的，可以保您平安，也寓意着金玉良缘。这张卡是我的礼金，里面有100万。不，小江，这不太好吧？太贵重了。您放心，这都是正经钱。我和宁局私下结婚就已经对不起您了，所以这就当是我给宁局的聘礼，给你们傍身用。哎，王阿姨，这些东西你看也看了，你就别乱摸了，这都是我妈的东西，您想要啊，找您儿子买去。哼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钱是会花完的。他有房子吗？我儿子单位给他分了很大一间房，地段也好，最主要可以免费住一辈子。王阿姨说的对，房子确实很重要，所以除了这些礼物之外，我还准备了2套公寓，面积不大，不到200平，在市中心，都转到了宁局的名下，一套给宁局收租用，另一套给您住家。妈，您放心，就算我没有工作，也不会让宁局生气。而且您要是觉得这里嚼舌根子的人太多的话，完全可以换个地方。你说谁嚼舌根呢？谁急说谁。别冲动，别冲动。老李啊，刚才使劲，你女儿呀能找到这种金龟婿，真的是有本事。少巴结他们，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找这么好的？我看你死丫头，就是找人演的。他们俩是假夫妻。你说谁演戏呢？就你，有本事你证明给我们看看呀！哇，这样够了吗？哎呦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哎，好了，回家吃饭了。姐，我就不请你上去吃饭了，回家找你儿子去吧。走，回家了。儿子，木林局给他妈买金镯子了，还有2套房子。你这个不争气的，如果你不给我买，我就和你拼命！你俩坐会儿，我去做饭啊。妈，您常让我守家。小雪啊，看着他这么贴心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就说他人很好的吧。哟，刀工这么娴熟，是不是经常给女孩子做饭吃？你这是在吃醋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们江家的人不需要女人做饭，你呀就乖乖等着吃现成的。对了，那些礼物是哪来的？哪来那么多钱？之前家里拆迁的钱。这么多你也舍得送啊？到底是谁包养谁？给丈母娘的怎么能叫送呢？都是自家人。你真好。对了，冯助理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怎么会帮你送礼物？之前在汇清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关系还不错，所以他就来帮忙撑场子。有这么大个人物帮你撑场子，你们俩该不会是有一腿吧？江云谦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男人？想知道啊？小菊啊，你去洗脸。继续。请吸收养分，让脑袋来开饭了。要你深深都做满。
多吃点啊。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？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。靠得再近再别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。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看着你们俩啊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记得常回家看看啊。妈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回吧，注意安全啊。乖，走吧。来，怎么舍不得？我爸去世的早，我和我妈比较黏糊，你别介意啊。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放心，以后我会保护好你。哎，对，老人独居不方便，等我们举办完婚礼，就把咱妈接到身边照顾。你愿意和我妈一起住？我想过好多次行，他们都嫌我妈。傻瓜，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你妈就是我妈，她把你带到我身边，我感激她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嫌弃？夏元庆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能花5000八让他做好老公，真是赚了。不知道男人头不？我就摸。好，给你这特权。哎呀，不过你那么优秀，我感觉快要包养不起你。我的钱呢，已经花完了，所以以后还得夫人包养我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？委屈嘛，倒是有一点。所以夫人还得继续配合我。配合我。把刚才厨房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。小菊啊，你去洗点。继续。我爱他，轰轰烈烈最疯狂。我的梦，任何随我绝不会忘。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。穆林菊，你还有脸睡？又怎么了？汇鑫集团的项目不是完成了吗？什么没问题了？第一笔款到现在都还没打过来，你赶紧去找汇鑫的赵经理跟进。要是耽误了合作，你就给我滚蛋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大姨夫来了呗。你这就去找赵经理，不等你老公啦？他今天有事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一直依靠他。待会儿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别忘了你的把柄还在我手上。哎呀，方经理，您就放10000个心啊！糟蹋女人可是你的强项，这哑巴亏他穆宁菊是吃定。江总，这是刚才的会议记录。对，刚才开会的时候怎么没看见赵经理？这人去哪儿了？我查查。赵经理，他去见星彩公司的负责人了。星彩公司，宁菊。喂，喂，宁菊，你在哪？我在7号会所，马上就进去了。你跟我一起。不用，我快迟到了。你把房间号发我马上过去。
赵经理你好，我是星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穆宁菊，可以和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吗？穆小姐是吧？来，坐我身边。穆小姐不给面子，这是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，还是？就是赶紧。这样可以了吧？穆小姐，工作着多没意思，陪我喝一杯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。穆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合同款来的，实话告诉你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款马上到。要是不喝，赵经理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这杯酒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我喝。赵经理，穆小姐不会喝酒，这杯酒我这位助理替她喝了。江助理。啊，江助理你好，来，您坐。赵经理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一个助理站着就好。是。你们谈了这么久，还没谈好，赵经理是对我们星彩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，没，江助理，我这不是刚跟穆小姐谈好，这准备打款吗？您就来了。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打扰赵经理，我送您先回去。燕青，你们认识？是，以前在星彩的时候，在赵经理手下办过事儿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别奇怪，赵经理这个人一向都特别有礼貌，对吧，赵经理？是。请吧。把主意打到我的人身上，你在找死！哎呀，江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不知道那个穆宁雪是您看上的人，要不打死我也不敢。江总，你该庆幸之前宁局没出什么事，否则你死100次也赔不起。带他去办离职，查查他之前办的好事，送去监狱。是。江总，冯助理，咱俩好歹同事一场，您帮帮我。活该！你说你动谁不好，动总裁的眼珠子，就等着吃牢饭了。走。哎，你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他们很快打款。太好了，江元庆，2句话就搞定了那个老色狼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抱歉，我激动了。占了便宜就想跑。走吧，回家。别出声，是我。赵经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冯主任在到处找你，连个穆宁局都对付不了，废物！有脸说，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对付穆宁局了。原来他是江总的人。说什么？什么江总？你不知道？江总亲自来找着他，2个人搂搂抱抱的，好的不得了。哦，这穆宁局应该还不知道江总的身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先别说那么多了，江总要我坐牢，你得帮我。让你坐牢你就去呀！
黄小田，你他妈！我想你应该不想让你家里面知道干的那些丑事。喂，冯助理，我在停车场遇到赵经理了，你快来救我吧，我好害怕！你快来救我！我先去洗澡。一轩，你先转过去。那我先出去。等等，你能留下来陪着我吗？刚刚灯突然黑了，我害怕。我喜欢你，每天都在我身边紧紧依赖，连一秒钟都不离开。喜欢你三分热度五分浪漫七分依赖，在你的怀中等我慢慢变乖。喜欢你每天都在我身边安静发呆，哪怕对我不理不睬。喜欢你迫不及待加入沉浸我的依赖，爱上你是我最惊喜的意外呀。一个吻给我洗好了。哎呀亲，静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。你怎么这么烫啊？现在酒里有药。你是不是很难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趁现在欺负你要欺负我没关系。小丫头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嫂了。不接电话。你最后一种是？江总，人抓到了。好，给我找最好的律师，不允许保释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跑。是。还有，别再打过来了。哎，行了，我已经关机了，没人再打扰我。我好像来那个了，你能帮我？不是我一个大男人去给你买那个，怎么不愿意？去吗？好，我去。哎，这个活冤枉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超市了？
江总你好，怎么今天有时间来咱们超市？是来视察工作的吗？我记，你来的正好啊，快帮我推荐一款，我眼都快挑花了。赶紧呀，我老婆等着用呢。这个呀，拆了，月底给你发奖金。我眼睛没瞎吧？堂堂会计总裁，亲自给老婆买日用品。刚，他走方向了。 조용했던 나의 심장이 미친 듯이 날뛰어 어느새 drip on 멈추게 된 그 순간 난 우주를 가진 듯이 萧炎倩，你怎么了？谁让你帮我洗这个的？哦，昨天我帮你查了，你来那个期间不能碰凉水，我就帮你洗了。没洗干净吗？ 还给我！出去，赶紧出去！ ABC 도레미 만큼 착했던 나 그 눈빛이是莫宁局的什么人？那个呀，是莫宁局的贴身助理，对他可好了，公司都在说江助理在追莫宁局呢。你放屁！严青怎么会喜欢莫宁局那个贱人？那个姓赵的没有屁，莫宁局贱人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，到了现在，宁局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一出马，慧清的合同款都打下来了。吴总今天的脸都笑成菊花了。慧清打钱了？你别装了，说说吧，怎么办到的？是不是又是你那个神通广大的老公啊？这……昨天的案件快要开庭了，我去准备一下。正好我约了意向客户，我们一起走。什么呀？这公开调情啊！不给单身狗留活路。你知道慧清打钱了吗？没想到他们总裁人还挺好的。那夫人说是他好，还是我媳妇说？你好，你好，行了吧？请问一下。这样想东西。就是你跟我发消息，约我来这儿谈合作的。是我。站住！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和你谈的。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？如果我说是关于江延青呢？你什么意思？说吧，要多少钱你才能离开他？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未婚夫应该是汇清集团的总裁，这和江延青有什么关系？他果然不知道延青的真实身份，那就好办。我看上他了，不行吗？
一个助理而已，我再给你找10个8个也成啊。不好意思，助理，我只要江言清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他给你当助理？我认识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会以为江言清喜欢你吧？他那么优秀，你那么普通，他跟你只是玩玩而已。你要是认真，就输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言清和我不是玩玩。什么？你们已经结婚了？你在骗我对不对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有病就去医院看病。怎么会这样？言清他一定是为了气我。对，言清还是爱我的。就算结婚了，也能离婚，不是吗？我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。我比你有钱，他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你，倒不如现在离婚，还能捞一笔钱，免得到时候也只能是一无所有。你怎么废话这么多？你既然这么有钱，又这么缺男人，不如我找公司销售给你多介绍几个鸭子。站住！偷了我的东西！方小田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刚刚手链还在我手上，现在突然就不见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除非你让我搜你的包。你搜，赶紧搜！今天要是搜不出来，这东西怎么会在我的包里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就是你偷了我的手链。穆宁菊，难道你还想抵赖？这小姑娘长这么漂亮，怎么手脚还不干净呢？她是隔壁新彩公司的吧？大公司啊，曝光她，让她被公司开除。方小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能怎么回事？你要是不离开江言清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身败名裂？我相信宁菊不会偷东西。魏学长，陈勋哥，方小田，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处处针对宁菊，我都说了，是我单方面喜欢宁菊才拒绝的你，这跟他没关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魏学长，我知道你单方面的偏心穆宁菊，但是你也不能不分是非。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就是他偷的我的手链。就是这狐狸精还真有点本事。一对狗男女吧，我们发在网上，让大家评评你。大家冷静一下，给人定罪是要讲证据的。我现在是警察，我会还这位小姐一个清白。你现在是警察？是，为了调清事情的真相，我要调监控。方小田，你确定是宁菊偷了你的东西吗？你要知道，诬陷别人是要被告诽谤的。那就调取监控吧。对，调监控，调监控。服务员，等等，我刚刚可能有点误会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小姑娘，刚刚误会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陈勋哥，今天多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遇见了，我请你喝杯东西。江总，和天华集团10个亿的合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就等您了。我出去。那会议呢？宁菊啊，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一下。什么？就是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交男朋友？陈勋哥，其实我……又是你，你对宁菊做什么了？你是？在一起！你住手！这是我学长魏晨勋，学长还没给你介绍，这是我老公江言清。你结婚了？对啊。你怎么能跟他结婚？你知不知道他可是会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跟这个人认识，我跟他出去叙旧。你是慧清的总裁，我爸的合伙人，你为什么瞒着宁菊？这和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，宁菊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欺骗了他，当然要告诉他。你要是想让你爸丢了慧清所有的单子，
就去告诉他。你威胁我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记清楚，宁局是我的人，不该想的人就别想。不会放弃。你到底把陈勋哥怎么样了？有这么紧张的？我只是觉得他有事要和我说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瞒着你？倒是你，大学时候的同学啊，到现在还纠缠。我和他真的只是朋友。手机给我，把他联系方式删了。江云庆，我和谁交友是我的自由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你的电话。江云庆，你让我不要和陈勋哥联系，你怎么会有方小田的电话？颜庆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？穆宁菊和魏晨勋。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以前在汇圈我们共事过啊，只是共事过，他就叫你叫的那么亲热。哦，他确实追过我，但是够了，他追过你，所以就因为他一句话你就怀疑我，你真相信他？怪不得他跟你说。他到底和你说什么了？你在害怕什么？他说他喜欢你，满意了吗？你去找他呀！宁菊，我江元气，我对你太失望，咱们都彼此冷静一下吧。宁菊，今天怎么没看到你的万能的老公啊？你不是连体婴吗？别给我提他，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他和方小天有联系，他疯了！软男，你还敢来？让开，我和宁菊有些误会。宁菊，他太吓人了，我先走了啊。饿了吗？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那家牙膏。我不饿，我要去打印文件了。我帮你。 怎么回事？有情况啊！江助理，你不会真的在追求宁菊吧？是，我是在追求。江助理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这么劲爆，宁菊啥时候结婚了？而且江助理还在追求有夫之妇。宁菊，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总之，比这位江先生好多了，绝不在外拈花惹草。江一清，你干什么？宁菊，你别躲着我，我已经把方小田删了，我对他真的没意思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我？相信你，男人的话能信。你怎么样才能信我？ 除非你能证明活人不怕开水烫，你把这杯喝了，我就信你。这是开水，你疯了？你愿意信我了？谁说愿意信你了？还是信我？你闭嘴，这时候不应该说话。 宁姐，你这样不好吧？你毕竟是有老公的人。就是啊，出轨也就算了，好歹别在公司啊。忘记告诉大家了，宁菊的老公就是我。啊！江助理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刚才宁菊还叫你自重呢，不能因为出轨被发现就撒谎吧？持证上岗，合情合法合理。
我去，是真的！原来你们俩谈那么久了。我说呢，江助理怎么对你那么好？原来是在宠妻呀！妈呀，宁姐，这么好的老公哪里找的呀？宁姐，我们不会也是你们情绪中的一环吧？把正在的身上的为了急事可以上位。既然是夫妻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走吧，走，来，走，快过来。该死！你真把我拉黑了。是穆宁君那个贱人，在他面前说了什么？小婷，伯母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还是我儿媳想的周到。哎，年轻他人呢？年轻他不要我。我在他说的那个月跟别人闪婚了。什么？我要见穆宁菊。啊，我就是穆宁菊，请问您是？我是江延清的妈妈。那个妈，打住！别叫我妈，我可没有承认你这个儿媳。那您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别跟我装傻，你跟延清结婚的事我根本不知道。这男女的婚姻是要父母之命，你私自跟延清结婚，这放在古代那就是个妾。您也知道是在古代，你还敢顶嘴？你还敢还手？你教养的东西，一看就是小门小户教出来的。张口闭口就是阶级，请问你有很高贵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们家延庆跟你可不一样，他是会经的。延庆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刚才骂我。叶珏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护着他？今天的事情对不起，我很快会给你一个解释。妈，你跟我回去。我就说这姓穆的怎么配得上江助理？翻车了吧？就是显着你是吧？就你配，配猪配狗配乌龟。你坐好。延清，你回来了。是你告的状。人家小田是怕你掉进火坑，那个穆宁菊家境普通，一看就是图你的钱，你清醒点吧。妈，宁菊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不管，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不管您同不同意，穆宁菊我都要定。你等等，既然你对他这么认真，那我就再看看。这周末我50大寿，你让他过来。你要邀请他？怎么，还怕我吃了他不成？既然都结婚了，难道还要骗他一辈子？早点宣布也好。您是愿意支持我吗？我可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好，妈，宁菊她真的很好，您了解她会非常喜欢的。凤阿姨，你真的要承认穆宁菊这个儿媳妇吗？小田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可能承认其他人？等着吧，那个穆宁菊会让他知道。凤阿姨，您最好。小心！没事吧？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去找你妈妈了吗？宁菊，你是来离婚的吧？那我现在就回去拿身份证。别说这么气话。我虽然尊重你，但我更清楚，你才是我要共度一生的那个人。我不会和你离婚，除非你不要我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解决。
滚蛋！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？好了，我错了。哎，宁月，周末陪我一起参加我们的寿宴。他不是不喜欢我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说服他了。如果到时候你不习惯，我们就走。那个，魏晨勋说的对，我的确有事瞒着你。等到了那天，我全部都告诉你。怎么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你该不会要告诉我你喜欢男人吧？不是，那就是外面有私生子了。没完了，求你胡闹！你妈妈的生日宴在这举办，这可是5星酒店。啊，我妈有个同学正好在酒店工作。喂妈，言青啊，我给儿媳的传家宝落在屋里了，你帮我回去拿一下吧。好。李娟，我回去一趟，你自己可以吗？我可以的，你去吧。穆宁菊，穆阿姨，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不错嘛，费心了。不过呢，这东西对我来说太廉价了，估计我家佣人也不会要的。赏你了。哪里来的土鸡，想嫁入豪门，想家疯了吧？就是，吃相真难看。就这点东西，想巴结这位夫人，他知道这位夫人是谁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孟阿姨的意思是，她看不上你的东西，更看不上你这个人。你怎么在这？今天是言青家的家宴，当然要来。是吗？你这么厉害，他怎么把你拉黑了？你再怎么嘴硬，也掩盖不了你身上这个穷酸样。你也不看看，你穿的这些衣服，难道跟我们格格不入不是？就是，一股穷人的酸味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的。真会吃。你要是要点脸，就赶紧给。你别碰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敢弄坏我的衣服！你少在那血口喷人！先撩者贱！我看你今天就是故意为了让我出丑，我就是要好好教训你，全部都扒下来！住手！言青，我知道你和穆宁菊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气我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都乖乖听你话好。欧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和宁菊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喜欢她，只会是我的夫人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们是不会幸福的，孟阿姨根本就不支持你。我们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。再说，我妈已经打算把传家宝交给她。打开吧。我说过，一直有一个秘密我没敢。江言青，这就是你们家给我的见面礼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这就是我想要给他的东西。怎么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有资格拿到我们江家的传家宝吧？你知道我儿子的身份吗？您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儿子江言青，贵清总裁，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。大家也都听到了，我儿子江言青，贵清总裁私自跟穆宁菊闪婚，而穆宁菊私德败坏，我很不满意。所以这段婚姻无效，我唯一认定的儿媳只有小田。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女的居然是江总的老婆。闪婚儿也能当真吗？说不定爬了江总的床，被江夫人发现，
被踢出来了呗，真丢人。你觉得我这就是你一直瞒着我的事情。你就是慧清祖师爷，方小天是你的未婚妻。慧清集团总裁的事情，怪我没有告诉你。但是宁局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承认过她方小田是我的未婚妻。你喜欢的人从来都这样。年轻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怎么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告诉他？根本就是防着他。我瞒着他只是因为……够了！你们都不要再说。江延庆，戏耍我很好玩是不是？看着我一点一点喜欢上你，然后把我一脚踢开，很有成就感对吗？我儿子愿意耍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否则就凭你，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们这种上层。你一个普通人，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儿子？对呀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是啊，我是配不上他。你早该认清楚现实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活该！闭嘴！你才闭嘴！哼！离婚协议书我收下了，至于你们的臭钱，我不需要。你们离婚，从今往后不要再见到我。林觉，林觉，林觉，莫阿姨，莫阿姨，妈。哎呀，怎么了，我的姑奶奶？我离婚了，离婚了。宁局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有钱人不都这个鬼样子吗？他好歹江延清有钱又帅的，你可千万别冲动离婚啊！雪雪，你知道的，不忠诚的婚姻，我宁愿不要。那好吧，没事，我支持你，拜拜就拜拜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重新找一份工作，先避开他，一个人静静。站住！你去哪？找宁局。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亲妈都不要了吗？你要是身体不好，我会给你请假。但你要是分开我和宁局，绝对不行。你来干嘛？宁局他人呢？走了，辞职了。走了。太公说给你。要和我离婚，我绝不允许。温如丽，给我查，搜遍整个 A 市，要把宁局找到。穆宁局，这是你面试的第5家公司了，一定要成功，加油！江总，您跟了这么久，不会找夫人吗？暂时不去，他说他不想见到我。你好，我是穆宁局，前来应聘贵公司的建筑设计师。穆宁局？我看你的本科就是个普通学校，不是985，也不是211。你觉得你和清北的毕业生相比，你的优势在哪儿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有足够的经验，而且在国际大赛上获得过奖。这些奖有什么用？我们呢，只看文凭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来应聘的。我本来以为文凭不能代表一切，现在看来，清北的学生确实比我有远见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来你们这里尊重的东西。牙尖嘴利的贱人！方小姐，你做的很好，所有跟方氏有合作的公司都不许再录。
就是要让他永远在雷氏都混不下去。夫人应该又应聘失败了。我查了一下，是方小田在搞鬼。又是方小田，看样子得给方氏找点事情做了。明白，马上安排。把话传给各个企业，想和慧清合作，就必须录用一名女建筑师，在吴中获奖。不是，您还能再明显点吗？这放水都快放成海了。哎，收到，我马上安排。走吧。陈勋哥，谢谢你帮我介绍工作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？前几天江夫人的宴会，我父亲也在场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。让你们看笑话了。傻瓜，我怎么会笑话你？江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哎，好了，面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快去吧。要命！失恋的男人太可怕了。你好，我是女的研究生，欧洲奖。行了，就你了，你呀，马上去办理入职手续。就这样，不用再问问别的了吗？不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才。欢迎加入我们公司。陈勋哥，我接到 offer 了。祝贺你啊！你真厉害，一出手，那些为难我的公司好像都没有动作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你吃大餐。那好，我们走。走。江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宇哥，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不该碰的人别碰啊？江延庆，发什么疯？你心疼他，你们在一起了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时候同意跟你离婚了？同不同意那是你的事儿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和陈勋哥在一起挺好，这种平淡的幸福，你给不了我。那我们之间算什么？算一个笑话，你把他给忘了。你举我问江延庆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就放手，让我去追寻真正的幸福。就算自己痛了，不想你走了，是不是我们江家的人不需要女人做饭，你呀就乖乖等着吃下场吧。你一个普通人，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儿子？陈勋哥，刚才我说的话，行了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把我当挡箭牌。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不会怪你。
不过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真的不打算考虑一下？陈勋哥，你还喜欢他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他确实对不起我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。这个月15号有一个同学聚会，你心情不好，我带你去散心吧。你都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，可不能再拒绝我了。好。在那时候简单的梦想，只有空间就会变化，遇到现实狠狠退一步，跌动浑身是伤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年轻，年轻，文泽伟果然没有骗我，这加了料的酒就是不一样。姐姐，好热。燕青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好你。我是不是邻居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现在需要我。你找死！燕青，不要再挣扎，我在你酒里下了最烈性的药。燕青，你干什么？不是穆宁举，谁都不行。从今天起，卫青集团断绝与方家的一切事情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燕青，穆宁举，你居然可以做这种事！穆宁举，都怪穆宁举这个贱人。黄昏的时候，空气都变很轻松，等待按下快门定格这一刻激动，散落的微光落入你的瞳孔，折射一道云。江文清，江文清，呀，命可真大呀！起来。哎，说好，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我是为了宁局。哎呀，我就说你们俩分开以后要死要活的，就不愿意和好，真搞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宁局忘不了你，满意了吧？那这是他新公司的地址，我觉得你要是有什么误会，还是跟他说清楚。你要是真的想谢谢我，就好好对他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让他受委屈，我跟你拼命。李总，您找我。小木啊，这是你入职的第一个单子，一定要好好干啊！李总，您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去吧。
贵公司什么意思？竟然派一个新人跟我谈生意？不是这样的，周总。懒得跟你废话，告辞。周总。蒋总，严局是我夫人，今天把合同签了。周总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你们公司其实挺有实力的，你把合同来给我签了吧。哦，好。周总，您刚刚不是挺生气的吗？怎么了？哎，还不是因为我遇到了我遇到了一个朋友，他极力跟我推荐你们公司。你遇到了江延清？没有，他逼你签合同的？不是，这合同我不签了。为什么呀？江延清，你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用你们慧清的名头压人，逼迫我们这些普通人做事儿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江大总裁。哎呦，我的姑娘，这怎么能说是逼迫呢？能为江总办事，我也太愿意了。闭嘴！林局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是真心觉得你们公司产品不错。这话你留着骗鬼去吧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你远离我一点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别生气了，我已经把方小天开除了。你还有脸提方小田？江总，这尊夫人脾气不太好啊。暂时的。再说脾气不好也是我惯的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活该你老公。我是找谁呢？废话，连个合同都签不下来。对不起啊，李总。行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下午跟我一块儿去见客户，这次我放轻一点。姓方，叫方小田，是你？没想到是我吧？方小姐，你也认识小顾啊？认识，不过是他得罪了我的人。这都不好意思啊！小顾啊，赶紧，4罚3杯，给方小姐赔罪啊！快！出来上班还不会喝酒的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喝不完酒快滚蛋！李总，这瓶酒都还没喝完呢。看来贵公司诚意不够了，还是请你来。来，方小姐，别生气，我马上喝完。喝呀，没有东西。陆林菊，你也有今天。我喝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！是他自己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电话给我，24小时之内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我做出来。由于这个李总保护主义，既然做了我老板，公司就不要了。方的总裁。言情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言情！ I choose you, no matter the battle. 好热。 Cause my love for you, darling, it ain't fragile. 你干嘛？
把衣服脱了，睡得舒服点啊。流氓！非礼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叫我老公。你看看我是谁？你谁啊？我就是你老公江延清。江延清，江延清就是个混蛋、大骗子。我最讨厌他，你看我被咬死。疼不疼？好像我忍耐力呢。忍住。你忍住啊！忍住啊！李子，我以后再不会骗你。我昨晚怎么会回家的？我好像梦见了。啊，算了，只是个梦而已。喂，李总。穆林菊，你是吃了豹散吗？我不就是让你喝两杯酒吗？你真的把我这样吗？别想抵赖，你和那个男的肯定就是姘头。这下好了，风神神也黄了，自己收拾东西滚蛋！这个穆宁菊真是够呆，李总那么器重她，还连酒都不愿意喝一口。咋漂亮呢？还不是擦包衣？你又开除我？没错，我告诉你，工资是1分钱，全当医药费了。妈，你还敢来啊！老子没转岁。注意你跟慧星总和他说话态度。你是慧星总裁江延清啊？是。不知道李总要和我算账？没有，我是做人了，不好意思。跟李总老实一点，以后走夜路小心点。好，谢谢江总提醒啊。不过呢，你不和我算账，倒是有点伤人。江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打算以维护价格收入。抢情啊你！没死，他们这样。这些都是李总操控股市的证据，想要坐牢还是破产，自己选择。好，算你狠，江延清，扔出去。走吧。放开我！以后注意，有点眼色。别欺负不甘心。滚吧。哇，好帅呀！他为什么突然来收购公司，还教训李总？总不能是为了我吧？各位，
我刚来公司，需要一位助理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，不知道谁愿意？周总，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你看我。我看他就不错。我不。江总，我怎么了？夫人，你确定吗？如果不做主理的话，我就正好宣布你是总裁夫人的身份。总裁夫人男人跟你离婚了。先生，现在凡事就还是夫妻。你敢宣布，我就敢离职。既然夫人还没消息的话，那一下我去生活一下。谢谢你这么不要脸啊！追妻吗？还要脸？好，你确定了是吧？走吧。这个狐狸说什么好事都是他的，还不领情的样子。夫人，别叫我夫人。好的，夫人。我可以。你干什么？春天，以后名义上你是我，但实际上是你。我。助理，江总，你就是这么对助理的？夫人昨晚，我不是让你说。你胡说什么？昨晚我送你回家，你非要我留下，这对我不可。不可能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有证据吗？这个证据够不够？原来真的是北京的古堡说错了，我还没有。夫人，我不行。你想怎么样？哦，baby， 看不到你，我心里特别想你。江南的微风吹进我的心里，每天看你照片，期待每一条消息。然后呢？我发誓，不会让我妈成为我的。还有，以后我不会再有任何人这么对你。这一方面。你说话我留心听，你是我的留声机。这个是我的简历，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全都告诉你。所有？对，所有。所以，我说你愿意带着一些日常的那让我看。李觉，总裁为什么让你当助理？是不是看上你了？没什么，就谈谈工作的事儿。哟，装什么装呢？江总那么帅气又多金，他是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的。有些人心脏看着不对。骗人的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就是看着你漂亮，上我也行。干什么呢？这么出现？是看三年分校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路上有遇到你喜欢吃的零食，来着。顺便过来看。行了行了，零食我稍微忍你。要不然呢？我在和你讨论工作，谁敢说什么？
这个贱人，江总怎么不骂他呢？他俩在一起怎么倒像是江总是替我？方小田成为你的未婚妻，是因为他救了你妈妈？是，但是我从来没承认过他。哟，在你童年的时候，在柳湾路还和某个妹妹有过一段缘分呢。不是你娶我。行了，不用解释。谁没有个约定呢？说不定我也有约定。不过去过柳湾路，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？没事吧？我给你接杯水。根本就不配江总对他这么好，是这次你一定要把处理踩到手。奇怪，这个水。江总，好巧啊！是江总。江总，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？你结婚了，为什么要怜惜？你连我夫人一根头发都不是。凭什么他穆宁菊可以，我就不行？那是因为他。真的，这空调温度这么低，你穿这么少，不冷啊？你这工作在这干什么？江总，你看他怎么跟你说话的？这是我写的，用不着你。那个，你先去工作。江总。穆宁菊，你什么意思？自己不好好争取江总，还不让别人争取了？这事儿都能怪到我头上。你穿这么少，人家不是一眼也不看。哎，对了，这也不大呀，想靠他吃饭。芷芷，我看这穆宁菊跟江总的关系确实不一般，要不你还是算了。以后有他的工作都不配合，看谁先滚蛋。真是老天有眼，把总裁夫人电话送到我手上。穆宁菊，看你这个小三。芷芷，你这个月报表还没有交？啊，还没做好呢。这都半个月了，你效率也太低了吧？我们普通员工当然没有穆助理效率高了，腿一劈开就能当上总裁助理，这效率多高啊？你说是吧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哟，还不让人说了，有本事你自己做报表啊！这是你分内的工作，你不做是吗？就做，你打我呀？行，不做就不做吧。那你去人事那儿办理一下离职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别看，别以为当小三有什么了不起，信不信我马上让总裁甩了你？哦，那我到时候看看你怎么让他甩。我已经拿到了总裁夫人的电话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你的总裁事情就包不住。我去，这么劲爆！你去惨了，太夫人了，还是穆宁菊甩了。穆宁菊，没想到吧？老天爷都在帮我。现在就算你求我也晚了，就等着总裁夫人来找你算账吧。
这真不是给总裁夫人打电话吗？我们民局的什么事？小佛，一定是小佛。喂，听说你找我？怎么会？一定是你在江总手下动了手脚。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你要找的夫人？怎么可能？总裁怎么会娶一个普通人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宁局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也是我唯一的女儿。是啊，什么情况？他真的是总裁夫人？我天！我居然和总裁夫人一起上下班。宁局不想在公司做事，所以才隐瞒身份。你们就是这么对他的？我不相信，你一个豪门怎么会娶一个普通人？在我心里，我从来都觉得他是最重要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哼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对你那么好，我还以为既然我是总裁夫人，那也就那个。我有没有资格开除员工啊？当然，这家公司实际在你的名下，随你自首。现在，别呀，夫人，我再也不归你江总了，求求你了，这个工作对我很重要，别开除我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都会。同学，你怎么不早说你总裁夫人啊？之前不该议论你的，对不起啊。夫人，您大人不计小过。宁局大度，我不大度。议论过宁局的自觉少领半个月奖金，再有下一次。好。哇，好宠啊！我突然成总裁夫人了。郑年轻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公司老板，你可以控制我的。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有什么。江年庆，我可没说过我不会动嘴啊！好好，本人是原谅我了。这个嘛。喂，陈金哥，明天同学会记得来哦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至于要不要原谅你嘛，明天等我参加完同学聚会之后。然后为这个对啊，不许去。你又来，你是不是想用你豪门那一套禁锢我的自由？不是你的意思，不行，我就怕你吃飞醋，万一和魏晨勋打起来怎么办？我保证，尽量不。晚上8点必须回家。好，是给你的奖励。哟，没想到咱们穆大美女也来参加同学会呀！她当然得来了，她都离婚了，肯定要来找新目标呀。这下你们都有机会了。赵思佳，你胡话吗？对啊，小田亲口跟我说的，而且啊，还是被她婆婆赶出来的呢。年纪轻轻就成了二婚嫂，真是丢人的。穆小花，你看看我怎么样？我当年啊没好意思追你，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啊，可以给我那个3岁的儿子当后妈。够了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就算宁局要结婚，也轮不到你。不愧是校花，这刚离婚又出来一个护花使者，还真是没有空窗期呢。张口闭口就是男人，你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吗？我们女人不聊男人聊什么？都说长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你离婚了，现在就是失败者，不服也得服啊。要说嫁的最好的应该是小田吧，
他未婚夫，可是慧清总裁呢？对对，慧清总裁可是我们全是女人的梦中情人。哎，说起来，好久没见过小天了。这个点儿他应该在路上，快到了吧？他要是来呀，肯定要被他未婚夫江延清的，到时候啊，也能让我们竞争这个大总裁开开眼嘛。你说什么？方小田和江延清要来？这不可能。我看你是记住吧，都说人各有命，别说你嫁的不如小田，现在啊，连我都不如，不服也不行了。哎，思佳，听说你前段时间也结婚了？对啊，没想到吧？就是被你搞掉工作的那一天，我遇到了我老公，他可是江延清的助理。冯助理？你说什么？我老公姓谢。啊，那还挺厉害的。当然厉害了，我老公在白鹭洲给我买了别墅，钥匙都给我了。白鹭洲那可是咱们市最高档的小区，富豪云集呢。思佳，你老公也太有钱了。命好，没办法，我家就在12栋的1单元，到时候啊，请你都过去玩。好呀，好呀。对了，护宁局除外。赵思佳，你说的这套房好像是我的吧？穆宁局，你说赵思佳的房子是你的？是啊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吹牛也要有个限度吧？那可是白鹭洲的房子，你一个普通职工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就是做梦了吧？要不你打个电话给物业，确认一下业主信息。这个穆宁局看起来这么有把握，不会这房子真是他的。思佳，你要不打一个试试？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行，打就打。如果这房子不是你的，你现在立刻从这里给我滚出去！好啊。喂，物业吗？我想查一下12栋1单元户主名字。12栋1单元是吗？姓穆，叫穆宁菊。这不可能，户主不是叫谢刚吗？是不是谢刚包养了穆宁菊，把这房子过户给这个贱人了？小姐，您说什么呢？谢刚是我们的代理租户，穆宁菊才是房东啊。这房子真是穆宁菊的吗？没想到穆宁菊深藏不露啊。哦，原来这个谢刚是我的租户啊。喂，物业你好，我是穆宁菊本人，通知谢刚，让他尽快搬出去。哦，好好好。姓穆的，你什么意思？就算这房子是你的，是凭你自己买的吗？说不定啊，是从哪来的脏钱。你说话放尊重点。你说错了吗？你一个刚离过婚的女人，哪来这么多钱买房子？说不定啊，就是同时勾搭好几个男人。赵思佳，乱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房子是谁送的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是我老公送的。怎么可能？你是离婚了吗？我复婚了，行吗？行吧，就算你复婚了，这可是白鹭洲的房子，我老公做江延清的助理都买不起。你老公说送就送，你老公谁呀？江延清本人吗？对啊，就是江延清。听听，她说她老公是江延清，你怕是还没睡醒吧？江总这种身份的男人，你恐怕是见都没见过吧？像他这种男人，我不仅见过、亲过，还摸过呢。行了，别白日做梦了，我在梦里还亲过呢，我骄傲了吗？不信算了。吹牛谁不会啊？你说你亲过江总，有谁看到了吗？是别让你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看着你被欺负。江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穆宁局正在吹牛，说你是她老公呢。真没吹牛，我的确是她老公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？哇，穆宁局没撒谎，她老公汇庆集团的总裁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小田的未婚夫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穆宁局你做了小三儿，对不对？赵思佳，你知不知道诽谤罪是可以入刑的？我又没胡说。原来那天在商场你就和江总搭上了，我看到我小田来了，你怎么说？方小田待会要来，等一下有好戏看。方小田也来？
第一，我从来没有承认过方小田是我们的夫妻。第二，你别白费心思，和今天两个。什么？方小田已经被我送到非洲，你跟他关系这么好，你也一起去吧。非洲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江总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诋毁您局了。你就看在我老公谢刚是你助理的份上，别跟我计较了吧。谢刚，哦，总裁查到了，这个谢刚是技术部的普通员工，应该是借你的名头来行骗。既然这样，把他也送去非洲。一家人嘛，就要整整齐齐。是。怎么？江总，他根本就不配你这么维护他。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人。你少在那胡编乱造。我又没胡说。江总，你真的应该甩了他。言谦，我别怕，相信。你信他？你们男人不都应该疑心病很重吗？宁菊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信她信你啊！再说，就算以前她发生过什么，那也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还轮得到你们评判？言谦，这就是你带她来参加的同学会？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那就离他远点。宁菊，你真的原谅他了吗？对，我原谅他了。陈勋哥，谢谢你对我的好，这辈子我就认定江言青了，也祝你找到更好的人。宁菊，我会一直等你的，还有等下辈子。你干嘛？妈呀，江总做错了。操反他手，居然帮慕宁菊提鞋，怪不得这慕宁菊这么有底气，江总真是宠他宠到了骨子里呀！哇，好羡慕啊！你真把方小田送去非洲了？你要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毕竟是你的前未婚妻嘛。夫人现在只要吃醋得罪，那我来跟你好好说说魏晨勋的事情。江言青，你要干嘛？江言青，手也皮贴掉了。好。再忍忍，下辈子我会去峨眉山当猴子。你俩路过都得要一巴掌。又怎么了？快说！什么？江言青和慕宁菊在同学会上秀恩爱，出尽了风头。等我回来，要他好看。喂，孟伯母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帮我。快掩护我，我没来了。来，耶，我们赢了。来，江言青，你怎么这么棒啊？什么都会。为了保护你，当然是没有问题。是红烧鱼。哦，怎么样？喂，江总，您拍的那枚王室戒指已经到了，您要看看吗？什么戒指？学什么？等结了？才没有。江言青，你最近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江总，
您瞒着夫人那件事儿，他瞒着我什么事儿啊？情人节你不是在餐厅订了位置吗？我去帮您看一下。知道。夫人好。你们到底在聊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什么呀，没什么。还骗我！上次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打电话来说什么戒指？江延庆不会背着我在外面撩妹吧？哎，小奶奶，可别乱说。你不说是吧？那我就去问江延庆，我就说是你告诉我。哎，停！我说还不行吗？是不是情人节快到了嘛？江总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。给我准备的？给江延庆可挺了。好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记住，今天的事情就当我没有问过你。明白。突然这么男人，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不过突然发现你人挺好的，幸好我闪婚的人是你。那你就好好珍惜我。对了，这几天慧清那边有点事情，我可能去那边忙。好，那你去吧。你自己好好吃饭。好。还有，不许私下见魏晨勋。你还真是，好，不见就不见。气死我！终于回国。宝贝呀，怎么回事啊？看到我就跑？林泽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缺钱花了。你冷静点。当初你爬上我的床，找我拿药，故意害得孟美贤过敏，这才演了一出救人的戏。说好的给我500万，剩下的200万呢？我这里手头有点紧，延青把方盛集团的所有合作都停掉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。等我和延青和好，我就马上反攻。你想的可美啊！江延庆对他老婆好的不得了，而且前2天刚刚拍了欧洲王室的戒指，准备送给他的。只要有穆宁菊在，这一辈子不可能少。我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怎么说？泽伟，只要你让穆宁菊消失，这江大夫人的位置还是我的。做梦呢！想让我动江延庆的老婆？你放心，我有办法离开江延庆。你好歹是我第一个男人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200万，绝不赖账。那再加1晚上。姐，今天是情人节，你的白马王子又带你去哪儿浪啊？不会是主题酒店吧？不是，江总还在忙，让我先送你去酒店。走。请问是穆小姐吗？江总今天包场了，请跟我来。这个，都好，全天下第一好看，夫人你懂。
我是方小田儿。先别着急挂，有一样东西你说不定有兴趣。那天我们在会所，我不小心拍了我们睡在一起的照片。我等你半个小时没见到你人，就把照片发给穆宁局。林局，公司出了点状况，我可能晚点过来。哼，还装呢？为了准备惊喜，挺费心思啊。那我就配合你一下吧。好啊，我等你。照片给我。你就对我这么冷漠，也不问我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？照片。你坐下来陪我吃顿饭，我就把照片给你。林局，你在哪？你我问你到底在哪？燕青，是谁呀？你和方小田在一起是吗？林局，我可以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。你不是说已经把他送出国了吗？情人节你和他过去。喂，林局，林局。照片给我，马上！我没什么照片，我只是想你坐下来陪我吃顿饭。江总，不好了！前台那边人收看了监控，舒夫人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找，马上去找！哟，醒啦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我呀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绑架犯。抓你啊，当然是为了把你卖掉。你为了钱？我是江燕青的老婆，你放了我，他会给你很多钱。少他妈废话！抓的就是你，江延青的老婆。哟，还挺有料的嘛。反正卖过去的是座机，不如先让我验验货。你别碰我，我有传染病，会传染的。你他妈逗我呢？你有传染病，江延青还娶你？他不知道，我们之间还没有。哟，还是个厨啊！正好，我就喜欢没被用过的。贱人，跑啊！继续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敢动我，江延庆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想着江延庆呢？江延庆今天不陪你，已经在外面陪别的女人了。刚好他陪别人，我来陪你啊！啊！江延庆，别打了，会出人命的。没吃饭。
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去找方小田吗？宁菊，我见方小田的是因为他的。去死吧！江一清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！总裁，快叫救护车！你是最美的烟火，像星辰在闪烁。我在你左侧，就像隔着银河，心存侥幸，想对你诉说，化作城市烟火。江言清，去拽我，你快点醒过来！看着什么？莫言姐，想着什么？扫把星，我打死你！言清，你醒了。别伤害宁菊。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他。妈，言清，妈，你也看到了，宁菊就是我的命。你要想害她，除非我死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江言清，你不是喜欢方小田吗？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？你以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。何如林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总裁，王妃逃了，还在搜寻，不过方小田已经带到了。带进来。带进来。解释。言清，我那么爱你，你怎么能？我要你跟宁菊解释，我为什么和你在一起。都是我威胁言清和我一起吃饭，那张照片也是我偷拍的，我和言清没有任何关系。听清楚了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和他。方若琳，方小姐怎么来的？怎么把她送回去？好。孟伯母，等等，言清，你要跟穆宁菊在一起，妈阻止不了。妈一直喜欢小田，你让他留在我身边，做个念想。言清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影响你和穆宁菊，求你了。还在生气啊？对不起。夫人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，是不是该给我点补偿？我要怎么补偿？比如，你别闹，你身上还有伤吗？我伤的是肩膀，又不是腰。夫人。走，夫人。这个江言清是铁做的吗？明明受了伤，还这么忙。夫人昨晚还满意吗？就勉勉强强吧。都怪我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一定加倍努力让你满意。还加倍努力？你说呢？我吩咐厨房炖了点鸡汤，言清你多喝点。谢谢妈。等言清伤好了，搬回老宅住吧。这是我不给你的聘礼，你去置办些你喜欢的家具。看什么看？别出去说我们江家抠门啊！你妈她这是跟我服软了？
是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家老大。那我可要好好想想，以后该怎么差遣你这个小弟弟了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商场啊？买个花瓶。家里不是有一个吗？为什么还要买？你忘了上周我们在书房的时候，你一激动扫下来一只花瓶。江延庆，你闭嘴！我保证下次先把花瓶拿开。啊！林雪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痛。江总，主任夫人这种情况应该是流产。什么？病人的染色体出现了异常，这种情况怀孕的几率是很小的，就算是怀上了，也会习惯性的流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都当不了妈妈？那还是早做点算了。这个是你们的 B 超单。医生，我是穆宁局的朋友，我帮他把单子带回去。那好吧。原来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穆宁局，这次你被甩定了。你身体刚恢复，我帮你解决。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。我想对你好，叶姐。现在医学很发达，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要是治不好了，要是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没有孩子不还有我吗？怎么，我给你带来的快乐还比不上一个孩子？荒唐！我们江家怎么能没有孩子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都知道了。看穆宁局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接受，但生孩子是女的基本义务，他这个都做不到，绝不接受。妈，您在说什么？宁局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生孩子。你这是要绝后啊！你太自私了。汇清集团是江家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家产，你要是绝了后，你让汇清怎么办？他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。江延庆，你是汇星集团的总裁，你有你的责任。你对我很好，但我不能这样耽误你。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宁局，别跟过来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延庆，他不能给你生，我能啊！做梦！你记住，如果宁局能生，那我的孩子只会是他的；如果不能生，我这辈子就没有孩子。妈，如果这个汇清总裁非要失去宁局的话，我宁愿不得。延庆，江延庆，连他不生孩子你都可以接受是吗？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不是让你别来吗？想你，就来了。你为什么跟过来？是不要公司了吗？对，不要了。我已经卸任了汇清总裁，丢掉了你说的那些责任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做你的丈夫，好吗？江延庆，你怎么那么好？既然我这么好，不知道夫人还愿不愿意继续让我这个
腰细腿长，有8块腹肌所以的小白脸。难过的时候毫无保留，所有的疼痛都像温情来由。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才能让你感同身受？来。没想到堂堂汇星集团总裁，竟然真的不喜欢？超喜欢。公司找我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了，大家乖乖等我。陈迅哥，怪事儿啊！江延清居然让你一个人来见我。我怕他担心，就没和他说。你抓着绑匪了？对，但是我不确认是哪一个人。这是照片，需要你确认一下。是他，我去。接下来呀，有好戏看。我不相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睡觉，除非他不是男人。带走。明明在街上，怎么会？陈迅哥，什么情况？言青，我也不知道穆宁菊为什么会做这种事，要不是我朋友告诉我，我们都被蒙在鼓里。江一清，你别打了！你心疼他？我不是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，你相信我。你失踪了一整天，跟他躺在一张床上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是吗？宁菊，是你说的，夫妻之间应该完全透明。你昨天跟我说去公司，你骗我。江延清，你听我说，你闭嘴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否则我一定……宁菊，你放心，我全得解释清楚。别，他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。我问你，总裁，你请问，如果你喜欢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躺在一起，喂，这玩笑可是放不得。我是认真的。那还能怎么样？是个男人都受不了了。我们忍住不打他，已经算很好了，肯定回不分手了。那如果爱情过下去，总裁，您疯了！该不会那个人？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。好嘞。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。有何干，雷总裁？我来找你只有一件事儿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我的体检报告，我体内还有残余的药物，这种药物会让人浑身乏力，陷入昏睡，所以昨晚我不可能对宁菊做什么。你说什么？混蛋！你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你怎么能不信他？就这样，你还要去找他？穆宁菊那个贱人，都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稀罕的？闪开！我不！我再说一遍，闪开！果然，做什么都留不住。
那你看看这个，能不能弥补你？你信不信我把照片发布到网上，让穆宁局那个贱人身败？你哪来的？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凭什么穆宁局能得到你，我就不能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把照片拿来，否则你们方家别想好过。你威胁我？那我就把照片发布到网上，让你看看，到底是我更不好过，还是穆宁局更不好过？到底想要什么？结婚。我要你当着我的面甩了穆宁局，跟我结婚，我就把照片的备份都传给你。年轻，打住啊！我们可不是来找你叙旧的，而是来找你离婚的。离婚？你真的要和我离婚？是。是因为那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和他没发生什么，我可以和你去医院做检查。跟你无关。我和小田在一起了。你一定是在骗我。你在生气，对不对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言青他就是喜欢我，要和我结婚。跟你说件事儿，昨晚我们已经睡了。你不信？现在信了吧？江言青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觉我够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什么怪我骗你，都是借口，是你早就想出轨了。啊，魏晨勋的事情也是你设计的吧？算你聪明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言青。江言青伤口灯光，你听着秋末的落叶，你听它叹息着离别，只剩我独自领略海与山，风再无关。和月，你听冬至的白雪，你听它延续着哽咽，在没有你的世界。你听啊，秋末的落叶，你听它叹息着离别，只剩我独自领略海与山风。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江总才离了婚，现在又闪婚了。我以前可是听说啊，江总爱他的老婆爱得要命。男人嘛，不奇怪。听说那个女的怀不了孕，这哪能接受得了啊？言青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就不能笑笑？我为什么和你结婚，你心里不清楚？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只要得到你就好。江言青先生，你愿意跟方小田小姐结为夫妻，无论贫穷富贵，你都与她长相厮守，携手白头吗？我愿意。当然愿意。堂堂江总，怎么可以跟犯罪嫌疑人结婚？你们两个来这里干什么？保安，保安，快把他们赶出去！方小姐这么激动，是害怕我拆穿你犯罪的事实吗？你说什么？听不懂没关系，
你应该看得懂，这是你陷害我跟宁局，让江延庆误会。这是你去医院偷了宁局的 B 超，将他的身体状况公布于众。这就更有意思了，这是你收买的绑匪，是冯小天那个贱人，你的钱才想让宁局消失的。这还这么说，够了吗？连我的床都上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燕青，他们诬陷我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你确定这是诬陷吗？难道你还要帮他们？你别忘了，我手里还有。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方小姐是不是想说，你手里还有这个？陆宁局的照片。魏晨勋，你凭什么偷拿我的东西？这是违法的。偷？我可不是偷，我是接到有人举报你私藏了犯罪证据，我可是有搜查令的。再说了，还要感谢江总提供的线索。合作愉快。照片给我。你没看过吧？凭什么给你啊？这是我老婆的照片，这上面还有我的。谁看你的晦气？好吧，看在你没有背叛宁局的份上，本警官的帅照归你了。没事了，照片拿到了。你的计划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怕你难过。现在又愿意和我说了？害怕你真的跑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计划好的。你故意假装跟我结婚，就是为了让魏晨勋能偷偷进入我家，拿走穆宁局的照片，对吗？是。你就这么爱他？我说过，这辈子只有他。那我算什么？行了，算你倒霉。你做那么多坏事，真的不怕有一天被揭穿吗？下辈子去牢里过吧。为了保护他，你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想让我坐牢，做梦！就马上给我准备一架直升飞机，外加1000万的现金，不然我就要你妈陪我去死。你冷静点。你给不给？准备一架直升机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宁局，宁局，这救护车！怎么这流血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宁局是个好孩子，是妈错信了外人，妈对不起他。医生，我儿媳她怎么样？病人头部受到撞击，有轻微脑震荡，不过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肚子里的胎儿差点没保住。什么胎儿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病人已经怀孕1个月了，现在正是不稳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调理一下，知道吗？是，谢谢医生。宁局，她又怀上了。我要当奶奶了，我这就回去让厨房好好准备准备。哥哥，哥哥？什么哥哥？我戴面具哥哥。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看你看过的小说。别哭别哭，是我，坏蛋坏蛋，以后你就是坏蛋面具哥哥。到你到过的地方，和你曾度过的时光，不想错过每一个，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醒了。
未来何从何去？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。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。我能习惯一天一夜了，以后不准再单独做这么危险的事。宁愿换个方式找还能遥远。已经被带走了，凭他做的事，足够把楼梯做成。太好了，坏人终于得到惩罚了。小心孩子。孩子？对，1个月了，应该是暴雨那天晚上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要做妈妈了。江燕倩，我这次昏迷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。你呀，想起了一段上天注定的缘分。江燕倩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现在可以睁眼了吗？睁开吧。是你，面具哥哥。对，是我。没想到吧，小时候的缘分兜兜转转，命运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面具哥哥。面具，你是上天恩赐给我的金玉良缘，虽然中途有些波折，但是你在我的心里从未改变过。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，让我宠你和宝宝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